vivo X100 Ultra、三星 S24 Ultra。X100 Ultra 呢是 vivo 的第一台 Ultra 产品，而三星呢是第一个用 Ultra 来给手机命名的啊。反正闲话少说吧，往期 vivo 跟三星的对比呢都是精彩绝伦的，所以我相信本期也错不了。欢迎收看 ZPH， 别忘了点赞加关注啊，尤其是加关注，这是让我们这档节目继续更新下去、不停更的动力，所以就谢谢大家了。正式测试前还是鼓励摄影环节，我会拿着手机去瞎拍些照片。我拍的不好，抛砖引玉，主要是为了吸引您也能参与到摄影中来。前面的照片不要只琢磨是哪台手机拍的，因为是台手机就能拍，关键是要参与到摄影中来。欢迎收看 ZPH， 别忘了点赞加关注支持我们哦。那下面我们就来看看这两台手机的表现吧。那两台手机的后摄主要焦段都列这儿了啊，这就是后面重点要对比的镜头跟焦段。还有在拍摄界面中 ，vivo 除了有主摄超广角 3.7 倍的长焦镜头以外呢，还给出了2倍数码变焦和10倍数码变焦。还有就是点击每一个焦段切换按钮会出现当前的等效焦段啊，这点我已经表扬过 vivo 很多次了，非常好。还有就是连续点击每一个焦段切换按钮呢，还能出现小的数码变焦焦段啊，这点也非常不错。在三星的拍摄界面中，除了主摄超广角3倍和5倍的光学焦段以外呢，也给出了10倍数码变焦。在点击每一个焦段的时候，右边还会出现其他的数码变焦焦段。下面就正式对比两台手机了啊！注意看下方的进度条，我们还是先从主摄开始聊。从硬件参数上说，感光器 vivo 的更大，原生像素是三星的更高。先看第一组主摄的实拍对比，你们更喜欢哪边的风格呢？喜欢 vivo 的打1，喜欢三星的打2。颜色风格方面还是您自己做主吧，就不用听别人的了。还有什么颜色真实还原方面，反正拍的时候你又不在场，别人说哪边真实你就信啊，是不是？还是你自己做主，喜欢哪边的风格哪边就好。中心解析力方面，两边在光学上说做的都很优秀啊，细节呈现的都很充分。再看一组主摄的对比，颜色风格方面你们更喜欢哪边呢？啊，喜欢 vivo 打1，喜欢三星的打2。中心解析力方面，两边依旧都是非常优秀的，细节呈现都很充分。镜组的光学质量，也就是边角画质把控方面，三星的看起来强一些，但是 vivo 这边的感光器可是更大的啊，它是更不利于把控边角画质的。再看另一角的边角画质把控情况啊，同样也是三星看起来更好一些。vivo 的主摄是有5000万像素高清模式的，三星是2亿像素高清模式，但是颜色方面呢，跟默认模式比 vivo 这边白了一些，三星那边暗了一些啊。但是中心解析力方面，三星的要优秀很多呀。再说超广角镜头，从硬件参数上看呢 ，vivo 的感光器更大，原生像素也是 vivo 的更高。先看第一组对比，颜色方面的差别还是有的呀。你们更喜欢哪一边呢？喜欢 vivo 的打1，喜欢三星的打2。那中心解析力方面，三星的表现更好一些。再看一组超广角的对比，这回两边的颜色可都够好看的了，我都很喜欢。那么中心解析力方面还是差不多的啊，这一组，但是 vivo 那边锐化更重一些。镜组的光学质量方面，也就是边角画质把控方面呢，也是三星的更强一些。看另一个角的表现也是如此啊，三星的更强。vivo 的超广角是有5000万像素模式的，三星是没有高清模式的。只不过解析力方面啊 ，vivo 跟三星比呢，没有什么优势啊。再说中长焦镜头，中焦这块 vivo 是没有的，三星有一个3倍的中焦镜头。
长焦呢 ，vivo 就是这次主打的3.7倍2.1像素的长焦镜头，三星是5倍的5000万像素长焦镜头。对比样片还是先从2倍开始看，它们都是主摄的数码变焦，颜色风格方面跟前面的主摄是很相近的，因为它们就是主摄拍的嘛。但是 vivo 天空中云彩的细节没有三星做得好啊，不过中心解析力方面还是 vivo 的表现更好一些。现在 vivo 是3.7倍，三星是3倍，它们都是光学焦段，但要是从望远来说呢，肯定是 vivo 的3.7倍拍摄远方的解析力更高。但是最关键的是，三星的高光部分已经有些过曝了。那 vivo 的3.7倍是有2.1像素高清模式的，和三星的3倍1200万像素在解析力方面的差别大吗？那是非常大的。现在都是5倍焦段的对比 ，vivo 那边呢就是3.7倍镜头的数码变焦了，但是它是用高清模式拍完之后再裁切的。虽然说三星那边5倍是光学镜头，但是两边在解析力方面是很接近的。三星的5倍是有5000万像素高清模式的，那么问题来了，它跟 vivo 的3.7倍的2.1像素比，在解析力方面谁更厉害呢？现在可就要考你们眼力了啊，可得仔细看，要把视频调到 4K， 用大显示器看啊。我告诉你们啊 ，vivo 的解析力更高。虽然 vivo 这边看起来更肉，但是注意看图片中的高光跟阴影部分，尤其是阴影部分，它所展现出来的细节可是比三星那边要丰富得多的。而且高光部分，也就是白色里边拍摄出来的裂缝的细节，也是比三星更多的。现在是10倍的对比，它们都是长焦镜头的数码变焦。那么你们觉得哪边拍摄出来的细节会更多呢？其实前面一组对比已经有答案了啊，不出意外的话，就是 vivo 的更多。因为数码变焦一定要建立在光学焦段的光学解析力基础之上，才能做数码变焦。最后再看一组30倍的数码变焦吧，它们也都是各自长焦镜头的数码变焦。那么你们觉得有悬念吗？没错啊，不出意外的话，也是 vivo 的解析力会更高。有的时候确实有人会问，你们节目很少做超高倍数数码变焦的对比，其实只要对比完最高倍数光学焦段的解析力，结果就已经出来了。再说微距的对比，这两台手机拍摄微距代表了如今手机的2个方向啊。vivo 这边是用长焦镜头拍摄微距，三星这边是用超广角来拍摄微距。那这回 vivo 的长焦换了大底以后，它微距的效果还是可以的，而且对焦防抖做的都很好，这点上期都说过了。三星的超广角镜头拍摄微距效果也不错，但问题就是离被摄物体太近了，那拍摄昆虫小动物的时候更有可能惊扰到它，而且呢离被摄物体太近还会遮挡光线。不过就解析力而言，三星超广角的微距解析力还是不错的，因为它毕竟是光学焦段嘛。放大看的话，跟 vivo 这边比呢，其实也差不多啊。再说前摄，先看自拍，用的就是手机前摄的默认设置，没有调其他的。那 vivo 的美颜磨皮呢，跟三星比呢就重了一些了。那如果它再轻微一些的话，那一定是 vivo 这边的效果好。那只是从肤色上说啊，要是从背景上说呢 ，vivo 的背景有些过曝了，那肯定是没有三星好的。三星这边整体的肤色看起来也是很不错的，美颜呢其实可以稍微加一点点啊，不用这么真实，要不然老有人不相信我今年17岁。现在是前摄录像的表现，那要从肤色上说呢，还是 vivo 的稍微好一点点，三星有点暗。但是有阳光照到脸上的时候 ，vivo 处理就没有三星好了 ，vivo 会有些过曝，而且在背景中高光部分 vivo 也是过曝的啊。在这方面，三星做的还是很稳的，清晰度跟防抖两边都很优秀。再看人像的对比，用的也是手机人像模式的默认设置啊，没有调其他的。那人像拍摄呢，又是 vivo 的强项了。你单独看三星这边呢，觉得还行啊，但是跟 vivo 一比呢，精美程度肯定就不如 vivo 了。那换了一个光线更为残酷的场景，如果你单独看 vivo 呢，你会觉得是不是有点暗呀？但这事儿就怕比啊，跟右边的三星一比呢，你会觉得 vivo 拍的真好啊。这人像拍摄呀，你给别人拍的时候，或者看别人的人像照片的时候，你肯定喜欢那真实还原的。但是别人给你拍，你看你自己人像样片的时候，你肯定喜欢漂亮的。再看直出宽容度的对比，那这个环节看的是什么呢？看的主要是亮部跟暗部的细节呈现啊，咱们就老生常谈一下。亮部呢要看是否能亮得上去，如果天空中有云层的话，要看云层的细节呈现的是否充分，树枝与天空的分界是否自然。暗部要看暗部是否能暗得下来，而且还能保留细节，不能发虚，也不能偏色。
从前面几个场景可以看出，两台手机无论是主摄还是超广角，他们做的都不错。其中三星的暗部呢，确实能按得下来，但是暗部是多少有些损失的。vivo 那边的暗部啊，如果别这么亮，就完美了。到了最后2个高难度的场景，就能看出差距了。三星的暗部确实暗下来了，但是最暗的地方已经没有细节了。到了最后一个场景，无论是主摄还是超广角，最主要的问题还是暗部细节呈现啊，三星这边不如 vivo。再看夜景对比，先看第一个场景有强光有阴影，那无论是主摄还是超广角，亮部细节呈现，三星就没有 vivo 的好。再换一个场景，主摄跟超广角两边的表现都非常不错，但是亮部细节呈现呢，双方的风格是有区别的。你们更喜欢哪边呢？喜欢 vivo 的打1，喜欢三星的打2。再换一个有难度的场景，这回亮部的区别还是有的，只不过两边反过来了，你们发现了吗？这回你们喜欢哪边呢？但是无论是主摄还是超广角，暗部细节呈现是 vivo 的更好一些，但是主摄 vivo 的暗部有些偏色了。现在是2倍的夜景表现，它们都是主摄的数码变焦，两边无论是亮部细节还是暗部细节的水平都很好。现在 vivo 是3.7倍，三星是3倍，仔细看亮部啊 ，vivo 的表现稍微强一些。现在是5倍的对比 ，vivo 是数码变焦，三星是光学焦段。亮部细节呈现呢，就说亮部的灯光表现吧 ，vivo 的稍微强一点。暗部的细节呈现也是 vivo 强，但是 vivo 有些偏色。再看一组高难度场景的对比，那这个场景亮部细节能拍好就已经不错了啊。两台手机无论是主摄跟超广角，这点做的还不错，但是暗部细节呈现呢，主摄跟超广角都是 vivo 的强。昏暗的城市道路上，主摄的表现两边都不错。vivo 这个偏红呢，是因为画面左方啊，它有一盏红灯啊。三星倒是没有偏绿，这点不错。那超广角能看出来了啊 ，vivo 左边那盏红灯。那老实说呢，这个场景还是挺为难这两台手机的超广角的。现在是昏暗的场景，长焦的对比 ，vivo 是3.7倍，三星是3倍，但是 vivo 又触发了自动夜景，没错 ，vivo 就算关闭了自动夜景，但是它的长焦还是有自动夜景。现在是5倍的对比 ，vivo 是数码变焦，而且是自动夜景，三星是5倍光学镜头直接拍的，清晰度两边都不错，暗部细节呈现那肯定是 vivo 的好了，它毕竟有自动夜景加持嘛。好，从祖传神树开始就要打开夜景模式了啊，慢慢的就没有悬念了。那这个场景呢，主摄的表现两边还是非常不错的，超广角的表现呢，两边也都还行。健身器场景是非常极限的，但是远处有一个施工队啊，会有亮光从远处透过来。那在细节呈现方面呢，还是 vivo 的表现更好一些。不过老实说呀，三星以一个1.3英寸的主摄拍成这样已经不错了。超广角的表现呢，也是 vivo 的稍微强一点。树林小路的场景，主摄在细节呈现方面依旧是 vivo 的更强。那三星这1.3英寸的主摄，我真想看看它能扛到哪代产品才会换。超广角的表现，细节呈现方面依旧是 vivo 的更强啊！别看 vivo 的更暗。祖传神树 Pro 这个场景就更没悬念了，主摄在细节呈现方面肯定是 vivo 的更强啊。超广角的表现还是 vivo 稍微强一些啊，但是谁也甭说谁吧。录像用的是手机的默认设置，也是最接近微信、抖音等社交软件的录制效果。拍摄的时候呢，没有用架子，没有用稳定器啊，就是手持。现在是主摄白天走路的防抖表现，防抖清晰度两边都非常好，就是颜色稍微有些区别。现在是超广角的表现，那最大的区别呢，还是颜色的区别啊。你们更喜欢哪边的风格呢？防抖清晰度两边都非常不错，但是在抗眩光方面，我怎么感觉三星做的好像更好一点呢？现在是2倍的录像表现，两边的水平都非常的高啊。现在 vivo 是3.7倍，三星是3倍，两边的防抖清晰度都很好，但是颜色方面啊，我怎么感觉三星的更好一些呢？现在是5倍的录像表现，两边的水平又是非常的高啊，防抖跟清晰度都非常好，小毛驴拍得非常清晰。你们知道斑马更接近驴而不是接近马吗？现在是10倍的对比，虽然说 vivo 从3.7倍数码变焦到10倍来拍摄的，但是它的解析力还是非常清楚的。只不过呢，三星那边的清晰度更高一些啊，而且防抖也是三星的更好，颜色也是三星的更好。现在是夜晚主摄的录像表现，清晰度、颜色、防抖都是 vivo 的更优秀。其实防抖两边还差不太多，主要是清晰度跟颜色。现在是超广角的表现，哪边更好啊？反正仔细看呢 ，vivo 更好，但是 vivo 在这个场景它也扛不住。现在 vivo 是3.7倍，三星是3倍，亮部跟暗部的细节呈现呢，两边就说差不多吧，但是解析力就是清晰度 ，vivo 的要强很多。
现在是5倍焦段的对比，这回清晰度、防抖方面啊，两边差不多了，但是颜色方面呢 ，vivo 的更好一点。现在是夜晚10倍录像的表现，想不到吧？是三星的效果更好一些啊！仔细看细节呈现方面，居然是三星的好，这点在之前我也是没想到的。好了，到了最后一个环节了，就是工业设计还有硬件这个环节。那这个环节呢，咱们尽量简单一点啊，毕竟时长已经不短了。那工业设计方面呢，就问问各位吧，你们更喜欢哪台手机的造型？更喜欢哪台手机的长相呢？喜欢 vivo 的打1，喜欢三星的打2。硬件方面吧，我们不在行啊，我们是聊影像的节目。如果你特别想知道硬件跑分、发热、续航这方面的事儿呢，那你就去看其他的节目吧。OK， 到结尾了。看完前面内容，希望可以在选择方面为您提供了帮助，也希望您能喜欢我们的节目啊！别忘了点赞加关注，支持我们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